大家好，我是拜特。今天我们玩的这款游戏就是由波兰厂商 Bluebird Team 刚刚推出的心理恐怖游戏《灵媒》。玩这款游戏之前，我需要先介绍两个人物，一个是山冈晃。如果有观众知道这个人的话，他曾经为非常著名的恐怖游戏《寂静岭》担任过游戏配乐。另一个人呢是一个画家，是波兰的贝克辛斯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画家。这款游戏当中的一部分场景就是他的灵感就源自于这个画家。具体这两个人在游戏当中的作用如何，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就为大家一一讲解。这个视频是在我通关游戏之后我才进行的后期配音，所以我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为大家做出一些剧情上面一些比较隐晦的一些解读如果有错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It all starts with a dead girl. 开场一句话，一切都是因为某个女孩的死所导致的。这句话比较重要，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台词。这是女主角梦中的一个场景，因为她经常反复做这一个梦，所以由这个梦开始引导出下面的剧情。在这个梦当中呢，一个女孩来到了湖边，然后她会经历一个杀害，她会被一个枪杀吧。就这样，一个神秘的男人，然后开动了扳机，然后射杀了这个女孩，然后就此就是开始了这个故事。这部游戏当中，女主的名字叫做玛丽安，她现在正在就是讲述她发生的事情。这个游戏采取的是记忆回序的方式来进行叙事的，所以就是我们将展开的剧情就是它过往发生的事情，然后逐渐推移到现在。这个推杯子的镜头就是看上去就是玛丽安其实在向另外一个人诉说她这个故事，但是另外一个人是谁呢？这个开头并没有点到。No wonder people used to think I was strange. If they only knew. 然后游戏就是差不多就从这里开始序章，介绍故事发生之前的一段故事就是这个序章当中，玛丽安要为她的父亲杰克去进行一个告别仪式他的父亲已经死掉了，所以这是在他的家中，然后去给他去找一些东西，然后为他的父亲杰克去进行一个就是仪式感的一个告别吧。这游戏的背景应该也是发生在波兰有可能就发生在波兰的首都华沙。I was almost ready. 现在玛丽安差不多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为玛丽安去寻找一个就是特制的领带夹。这里是翻到了一个1999年的一个日程表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就是这个是杰克的行程就是2号、3号、4号，然后一直到5号手术。我们从手术这个讯息大概可以推断他的父亲是死于病魔。然后我们继续操纵这个玛利亚去寻找
然后来前往其他房间去调查。其实这个游戏当中，它并没有太大的限制，你是否非要去调查完所有东西啊？但是我基本上都调查完了。这里啊，获得一个猫粮，然后可以把这个猫粮就放到这个盆当中啊，就是小猫就会过来去吃这个东西，但是对游戏也没有任何影响啊，就是吃了。然后这边是一个报纸啊，它叙述的是矿工们啊，就是象征性的葬礼，就是他们那个矿业已经破产了，就是发不下工资啊，什么什么，就导致啊，就是矿工们就不干了，然后就给这个矿场就举行了一个就是象征性的一个葬礼吧。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暗房，这个暗房是洗照片的，之前就是没有洗过照片的人啊，就可以从这里多多少少啊，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程序啊。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完全准确啊。然后它的规则就是图上显示的这样，就先曝光5秒，然后在这个3个G当中啊，就是停留3秒钟。但是这个3秒钟啊，没有特别限制性的一个规定，说必须要严格扣到3秒钟。你大于3秒钟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低于3秒钟。这样我的第一次操作就显然太快了。将这个照片洗出来之后，就得到了这个他父亲杰克的这张照片，是他生前的一张遗照吧。然后继续前往别的房间，再去寻找这个领带夹去。我们来到杰克的房间。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杰克以前曾经参加过这种活动又被拘留所关了几个月但是他的心地还是挺善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然后就是本想打开这个盒子去找这个领带夹，却没有。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使用那个超能力了，摁住左 Ctrl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现在我们就找到这个领带夹了，我们可以直接去找杰克的遗体了。不过还是可以调查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们这个开发商一贯的作风就是，虽然有些东西完全影响不到游戏的进程，但是你去调查的话，就会完全丰富游戏的一个故事性，让你更了解这个游戏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杰克是一个看起来是个天主教还是什么教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玛丽安的房间这个玛丽安的房间上面挂着一些蝴蝶的一些图片这个也是有一层标志性的一个意思的就是这个蝴蝶其实可以代表它，因为蝴蝶这个品种在某些文化当中确实跟死亡是有些关系的。比如说某些品种的蝴蝶，它被冠上死亡之名，这种蝴蝶的翅膀上就会有一些类似那种骷髅的纹理，然后看上去就跟死亡有关。所以这个蝴蝶呢，跟这个玛丽安确实也有一层连结。然后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然后玛丽安说到这些幽灵之类的，就已经表明了她其实是完全看得见这些幽灵，而且是自打小时候起就已经发现了这种能力。I used to get a lot of these.
To me, they were like 这 trophies. 封信啊，是玛丽安上学的校长给他的父亲啊，就是杰克发来的一封信啊，就是讲玛丽安就是对他的同学说，他看到见他的奶奶最近过世的奶奶，然后就这样安慰他的同学。像我们这种平常人啊，就听到这种话，肯定就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嘛，然后就肯定就是会收到一些举报之类的。这张是一个病历啊，表明玛丽安在3岁的时候有过烧伤，是一个2级的烧伤。其实如果近距离看这个玛丽安的一个建模的话，从她的脸颊上就可以看得到她那个伤疤。然后东西我们差不多已经就搞到了，然后也了解到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了。We lived upstairs from Jack's funeral home. 然后他提到，就是自己也住在这个殡仪馆之上，因为这个杰克本身就开了一家殡仪馆的这么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没事就接活，然后玛丽安就帮忙，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就是两全其美。然后这里啊，大家看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画风啊，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没有？就是这个色调。其实这时候我又要提到一个人了啊，就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就是这个游戏开发商确实有一些讲究啊，就是无论是阴界的一个世界，还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世界啊，它都是有一些考量，都是有一些参照的。就是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色调和这种半固定式镜头的一个方式啊，都是参考的是这个罗伊·安德森这个导演的电影的风格。这里啊，我们正好就自身已经有这个殡仪馆的一个钥匙了，我们直接打开。Jack's in the prep room. 杰克正在准备当中。他为什么不叫父亲呢？大概这跟他个欧洲的那个传统有关，就是不叫 father， 然后 mother， 都直接就称呼他的那个名嘛。The key should be in the office. 然后我们再去找那个通往地下室的一个钥匙，然后来到杰克的办公室。Here it is. 直接就找到了。这里应该是一个顾客的一个名单啊，跟游戏没多大关系啊。这个就是父女合照。然后我们出去啊，使用这个钥匙去投开这个地下室的这个门。Not sure if I'm ready for this. 这时候把他的父亲杰克从这个冰柜当中拉出来。但是现在确实就是需要这个领带和领带夹。我们现在有领带夹，但是没有领带啊，领带就放在附近。他需要这2样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方便他超生吧。因为玛丽安其实在这个殡仪馆当中帮什么忙呢？就是为这个死者渡魂的。他是一个摆渡师，其实摆渡人。I guess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things get personal, it just burns you from the inside out. There. I guess you're ready. But am I? 这样就是衣着就佩戴好之后，就可以放心的离开了，然后跟他道个别。
Can't you people 玛丽安听到了声响啊，以为是顾客，其实不是。那么是谁呢？我们先这么跟过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走出这个殡仪馆，然后看到上面那个鬼影。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戏采取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吓人模式呢？并不是那种一惊一乍式的，当然也有啊，就是非常少，差不多就一处啊。它采取的是一个先让这个怪物或者是鬼亮相，然后通过音效，然后加画面制造气氛，通过这些气氛去造成一些压抑、恐惧的感觉。所以啊，这里就不得不称赞啊山港晃这个作曲家了啊。我觉得就是有什么恐怖游戏厂商啊，找他就找对了。Just when I thought my day couldn't get any worse.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灵界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游戏所说的双重性玩法，一个是现实，一个就是灵界。在这里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鬼影其实就是他爸了啊，就是杰克。这个杰克啊，像是失了忆一样的去找他的笔记本啊，然后去看那些日常的项目，然后又发现了玛丽安啊，在这个世界又碰到他了。然后死者都会以一个面具的一个样子啊出现在这个王者世界啊，只有戴上这个面具之后才可以被超度啊。这个游戏之后会有一些没有面具的一些人啊，他是没有办法被超度的，所以我们要替他去找寻这个面具，然后找到之后才可以被超度。It's okay, Jack. Let it go. It's not important. 这里玛丽安提醒杰克啊，就放掉手头的工作啊，安心的就走吧。Why is it so cold in here? Where is that? It's okay, Jack. It's okay. My sweet little Marianne. What would I ever do without you? Jack. Don't worry about it. It's time to get some rest. Oh, Marianne. Yeah. Oh, I'm worried about the surgery. When I'm at the hospital, are you sure you're going to be all right? Yes, Jack. It's gonna be fine. Oh, you know, I promised myself once I would never let anything happen to you. 杰克最后的嘱托。I'll be fine. I promise. No risky stuff then. Huh? All right? All right, Jack. Now, get some rest. I need. Oh, yes, yes. Be good, Marianne. I love you, my child. I've loved you since the moment you walked into my life. Remember that. Always. 就这样，杰克就前往往生了。Most people would give anything to have that opportunity. To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left unsaid. But it didn't make things. 所以说，玛丽安确实有这个机会啊，通过她自己的能力去跟一些人道别，或者是帮一些人道别。It still hurt like hell. I love you too, Daddy. I used to think everyone saw the world the way I did.
divided, torn between two realities. But no, I was the only one. 这时候电话响起 Or 来 so 了， I thought. 这通电话将直接决定玛丽安的 We're 命运。 closed. There's another funeral home across town. I can give you the number. Marianne, 一名男性打来的电话， you don't know me, Marianne, but I know you. Look, if this is a joke. You need to listen to me, Marianne. Okay, I'm hanging up. I know what you are. What? Who is this? My name is Thomas. I need your help. 男性的名字叫托马斯。 No, there's more. I can give 这个托马斯是本片游戏当中一个关键性的 I 人 need you 物。 to trust me. Trust you. I don't even know you. It all starts. 然后他又说出了那句话，一切都是因为某个小女孩的死开始的。 Neva Resort. Find me there. 这也是在游戏开头的那 The 句话， light, it's almost gone. 让他去前往一个度假村。 But it's getting ther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stop it. You're my only chance. Hello? Hello? 就这样，就是潦草急忙的打完这通电话。这里出现了一个黑白的真人影像。一开始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以为这个黑白影像只不过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游戏的一些特殊性就是让这个游戏看起来特别一点。其实玩完这款游戏之后，我发现这个影像当中的几乎每一帧都跟这个游戏的后期都有关系。可以说就是玩完这款游戏之后，再回头再来看这个影像，你就会觉得它让这个游戏显得非常真实，而且好像就是发生过一样，有那种纪录片的性质。这个时候，这个片头就预示着序章结束然后正片正式开始。其实玛丽安就已经同意这门差事了骑着他自己的一个摩托去前往他所说的度假村去调查这件事情。这个游戏虽然它是一个灵媒，但其实是我们差不多是一个侦探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调查这个度假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中去推断出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真相。我觉得他这一点做的跟他之前这个游戏厂商发布的一款游戏《观察者》差不多。这个《观察者》这款游戏呢，又是基于赛博朋克这个背景下的一个侦探游戏，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又非常不同。这样我们就开着这个摩托来到这个度假村的门口处就是类似售票处，我们从这里就是售票进入。而现在这个度假村已经荒废了。The Neva Workers Resort. Right off the bat, I could feel there was something off about that place.